大家好，我是小航，欢迎来到小航讲历史。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兰峰会战。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段历史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兰峰会战是徐州会战后期不可忽略的一个战役。此时，徐州地区国军主力为了避免被日军南北合围，正在全面有序撤退。1938年5月，日军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国军至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而渡过黄河突进豫东，力图切断陇海铁路。国军方面判断形势，为歼灭这一孤立之敌，第一战区薛岳组织豫东兵团第一兵团，调集6个军共12个师的兵力，将第14师团合围。然而，第27军军长桂永清及88师师长龙慕涵等将领在日军猛攻下临阵脱逃，弃守阵地，日军占领兰峰、兰考。其后，国军虽奋力反复争夺，但日军数个师团援兵将至，形成反包围态势，并攻下商丘时，国军向西突围。由于日军数个师团在平原的突进，国府最终决定在花园口决堤，以水带兵，形成黄泛区来迟滞机械化日军的进攻，为武汉会战的准备争取了宝贵时间。此战役又演发成了武汉会战的序幕。5月中旬，第5战区的主力开始从徐州向西突围，与日军脱离了接触。日军华北方面军要求第一军所属第14师团向东推进，攻占商丘、归德，以配合第2军对徐州的中国军队进行迂回包围。而第一军司令官湘粤清司要求第14师团西进占领兰峰，对中国第5战区军队实施更大范围的战略包围。土肥原贤二听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而不顾华北方面军的要求。第14师团经火力和兵员加强，配属了2个重炮连队、战车及工兵部队，总兵力超过3万人后由鲁入豫，攻陷运城、曹县、内黄、宜丰、野鸡港等地，强渡黄河。1938年2月，国军新8师炸毁黄河铁桥，突进兰峰地区。第一战区为掩护第5战区主力转
黄杰务须死守商丘，在兰丰地区之敌被击歼前不得放弃。5月28日，黄杰不执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擅自率第40、第24师退向柳河、开封，将第187师流防诸集车站和商丘。同日，日军第14师团向第27军阵地反击，桂永清仓促命令各部向杨固集、红庙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情形混乱。5月29日拂晓，第187师师长彭林生也率该师撤退。商丘为日军第16师团占领，商丘的失守严重地威胁了进攻日军第14师团的薛岳，于是决定令豫东、鲁西的作战军即向西转移。5月31日，蒋介石忍痛指示第一战区下达了战区兵力转移部署方案，停止围攻日军第14师团，命令薛岳指挥豫东兵团西撤。6月1日，薛岳下令停止围攻，全面撤退，兰丰会战第一阶段结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不听东京大本营未经批准，不许越过兰丰、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洛安一线进行作战的命令，并下达了向兰丰以西追击的命令。6月3日，日军第16师团攻占杞县、通许、陈留。新编第35师师长王敬哉放弃兰丰。6月4日，日军第14师团占领兰丰后，继续向开封进攻。6月5日夜，日军从西北角攻开封城。6月6日凌晨，宋肯堂率防守开封的第141师欠第4旅、富税警旅退走，日军第14师团占领开封。同时，日军第16师团已占领卫士、扶沟，第10师团已占领浙城。6月9日，中牟失守，日军前锋部队距郑州仅约30公里。同日，日军炸毁郑州南面的铁桥，切断平汉铁路，郑州成为孤城。薛岳命令重组防线，再擅自撤退将被依法严办。但事实上，由于部分高级军官畏死或无能，豫东作战中擅自撤退者大有人在。开封失守，日军第14师团及第16师团的西进严重地威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及平汉路的安全。6月3日，统帅部决定在决堤放水，形成黄泛区，以水带兵，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6月4日至7日，刘和鼎率2个团在中牟县赵口决堤引流失败。6月9日清晨，国军第8师在花园口挖开30米宽决口，黄河水缓缓下泄。6月10日，黄河中上游突降大雨，汛期提前，黄河水量猛增，原决口被冲成1000余米的大缺口，黄河水从决口涌出，冲坏陇海铁路，向豫东南流去，形成上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造成黄河中下游近400万居民流离失所。兰丰会战至此正式结束。日军被黄泛区阻隔后，被迫放弃了攻占郑州、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日军耗时1月，对被黄泛区围困的部队进行空投补给和搜救。黄河决堤直接造成日军的伤病亡人数合计在7000至2万人之间。第14师团及第16师团的重装备、汽车、战车、火炮及部分通讯器材被大量丢弃。余部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在兰丰会战结束后的8月11日，日本陆军铁道输送单位运输了2051名补充人员至第14师团。考量之前与之后日军都很可能给该师团补充缺额，且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以此可见日军第14师团在本次会战死伤极大。后续处置：第8军被撤销番号，军长黄杰被撤职查办；第27军军长桂永清被撤职查办；第27军第46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用；第71军第88师师长龙慕涵被枪决。此役国军以中央军12个师包围日军一个突进的甲种师团，在日军的顽强抵抗及数个师团的策应解围下，最终功败垂成。蒋中正称兰丰会战为千古笑柄，一般认为此为徐州会战的支线，武汉会战的前哨战。也有人认为兰丰会战的失败，亦是造成随后国府花园口黄河决堤以阻碍日军的前因期。兰丰会战国军失利是有原因的。首先，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判断有误，只着眼于突出冒进的日军第14师团，没有看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几乎倾巢而出，投入大量兵力至徐州战场，目的就是歼灭国军主力，并迫使国府投降求和。此时集中10几个师的中央军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是相当冒险的决策，因为随着战情的变化，日军第14师团极可能成为诱饵，
像磁铁一样吸住国军精锐，至后援的数个师团形成反包围，则第一战区很可能损失这10几万的生力军，无形中抵消了国军第5战区在徐州有序的大撤退，将李宗仁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其次，在战术上，国军统帅部轻敌冒进。5月下旬，国军主力10余万鏖战一周未能全歼日军第14师团，蒋介石责备各级将领作战不力，却没有冷静分析原因。淞沪会战前期，国军4个德械调整师第36、87、88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尚且无法全歼日本数千海军陆战队，此次则计划以不到5倍的优势兵力全歼日军一个被特别加强的甲种精锐师团，这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纵观8年抗战，国内战场仅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捷中出现此等战例，且全歼的不是日军甲种师团吧。最后对比双方军事实力后发现，日军第14师团为日本常备主力师团，本就战力强大，在战役前配属了装甲部队及野战重炮旅团辖2个重炮连队，有150毫米重型榴弹炮48门，兵员超过3万人，火力配置已经超过了第1战区的总和，机动性也远超绝大多数国军参战部队，并在战役中后期得到华北方面军数个师团的策应和空中支援。反观国军，一部分番号虽是嫡系精锐参战部队，但在之前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未来得及充分休整补充，兵员多为新兵，尚未重新形成强大战力，和参加淞沪会战前的德械师不可同日而语。平心而论，兰峰会战虽因中日军队巨大的军力差距以失败告终，但却体现了蒋介石和薛岳敢于集中大量兵力对日军孤立部队进行围歼，且本次会战造成日军第14师团与其配属部队死伤6400人，说明他们具有主动反攻的决心。兰峰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虽然最终失利，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佩。让我们珍惜和平，铭记历史，为了未来的和平而努力奋斗。主持人小航，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如果喜欢，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